那到周末你就个人在外婆那边去吃饭哈。你要吃啥呢？你要抛下我一个人。要等一下哦，我还没弄好。这是我买惊喜的，妈妈你没买礼物？啊？妈妈你有没有买礼物？买了的呀。真的？他们要明天才回来。啊，真的我好惊喜哦！我惊喜了一早上。你以为你回到家都可以见到他们了，是不是？要明天，他们今天拿不到报告。我今儿早回来的时候都是跳着回来的。我们今儿吃啥子呀？只有我们两个嘛，简单吃点儿了。哇，又好吃的嘛！那是啥子肉？啊？你说是啥子肉？看起不像猪肉，牛肉啊！哎，我给你炒个牛肉。耶！妈妈有没有啥子要帮忙的呀？啊？把那点儿笨菜拿去炒了吧。还有那个姜给我洗了哈，那个盐蛋好好取哦哈。哎，太不香哈！哦。今儿你要不要来炒嘛？要得呀。啊，我教你炒。来来，你要学啊！你不怕它炸那些哈？放。啊，然后那个肉也倒进去。好，再盖上块儿嘞。再上块儿来炒。它还热。你莫怕它热了，快点炒。你把它炒断，炒断。好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那个锅儿给走嘞。哇，那个还要单独炒啊？啊。我以为那个那个。不是，因为那个你炒久了，它就炒老了的嘛，是这个。我没放海椒花椒哦哈。没事。可以了哈。哎。要不要点鸡精嘛？要。腌菜粉丝汤好了。哎，来，端起过去吃饭了。让妈妈吃嘎嘎。你要吃了？那肯定噻，最后一节体育课把我弄得好饿呀。爸爸不在屋头，都觉得少了点啥子，是吧？少了人啰嗦。哎，是个宣雅蛋。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？习惯啥子？习惯有人是不爱。不习惯。不过一不说，你都感觉好冷清哦。好冷清。后面他都要在重庆去做事了，1个礼拜才回来得到会儿。还是比以前好嘛？那倒以前是。1年才回来1、2回儿。像我们放假那些，都可以在他那边去耍。真不错。我想再感受它冬天的冷，还有夏天的热。它夏天是真太热了，它冬天是真太冷了。两个极端。特别是我们有一年过去，不是有一个亲戚结婚嘛？然后我当的花童了，我穿那个纱裙，我天呐，又热那个又闷，而且那个和气又不安逸，简直把我。你爸爸又要出去工作，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嘛？一半支持一半反对。哪个呢？反对是他们回来没好久，陪我们的时间也没有太长，还是不舍得他走。支持都是那娃儿不可能一直在屋头待起噻。你也晓得啊。那是的，我也是那个想的。虽然看到他以前跟我们嬉皮笑脸的哈，
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是希望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，也希望他自己有自己的社交圈哈。一天围到我们几个转，应该不是他的所想的哈。所以我们就去支持他吧。反正我是蛮支持的。而且隔得又不远。对呀。1个小时都到。比如说你这儿，哎，我想我老公了，然后下午都坐车过去，不安逸，不像以前哈。哎，我想我老公了，好远咯，还要买那个长途车票，而且带2个娃儿也不方便。而且你们读书啷个办呢？吃饭啷个办呢？我们生活自理怎么办呢？虽然我不用担心。那到周末，你就个人在外婆那边去吃饭哈。你要吃啥呢？你要抛下我一个人。明天儿你爸爸都跟婆婆爷爷回来了。礼物已经准备好了。二妹准备了什么礼物？二妹啊，她唱了一首歌啊。真不错。就不要了。就不了啊。慢慢吃哈。去走动下子，走动下子再去休息哈。我想我去睡觉了的。大妹该走得喽。那我走了哟。在学校多喝点水哈。哦。路上小心了哈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这2天胖哥到重庆去了哈，陪爸爸妈妈检查身体。突然就觉得家里面又恢复到了半年前的那个宁静哈，突然这样还觉得有点不习惯。自从那个胖哥做出来去重庆跟姑父学装修以后哈，我们全家人还是挺支持的。虽然这半年时间里面，胖哥陪着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2个孩子也有很大的变化啊，都变得比较开朗活泼了起来。作为妻子的我，还是能感觉到胖哥内心是不甘寂寞的哈，他还是希望自己能闯出一片天地，所以说我们都很支持他。虽然说可能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生活嘛哈，但是还是像大妹说那个话哈，毕竟现在那个距离拉近了，只要1个8小时的那个路程哈，或者是胖哥回来，或者是我们到重庆去哈，都可以的。所以说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了。很感谢各位网友对胖哥的那个关心哈。作为装修那个行业的话，的确它的难度是比较大哈。当初胖哥选择那个行业也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哈，但是他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哈，他一定要迈出这一步，一定要去实践一下，不可能就说还没有去做就承认失败噻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挺支持他的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两地的生活状况啊，我们会以两地拍摄早晚发布的形式哈，给大家分享我们的生活日常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还请多多关注哈，点赞关注支持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